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巷口车的频道。那我是优图媒体编访队的阿泰。继上次跟大家有聊到就是预算分配嘛，今天呢大家准备好了钱了，那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讨论有关行程规划啦，耶！在进入今天的本集主题之前，那首先要请大家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动作，就是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节目准备开始喽。好的，那其实我们行程的部分其实也可以拆成3个区块来去讨论。第一个就是行程的目的，那行程的目的又可以拆2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所谓有因为活动赛事而去参加，就是去到当地的一个海外单车旅游。那通常比较大家所耳熟能详，大概就是登富士山，以及像说有些是岛波海道国际自行车节，甚至像一些台湾业者，他们有在带团的野木69。其实不管哪一个，它是以活动赛事为主的话，通常它的天数可能不会很多，而且主题就是目的性非常明确，就是我要去征服某条路段路线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所谓比较柔性的，像是圣地巡礼，或者是美食啊、建筑等等的，甚至像樱花季、枫叶季都是一样。所以其实在，出发之前，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旅伴或伴侣去讨论说，我们这一次去海外单车旅游的目的是什么？这是会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步骤。好。接着呢是旅伴或是伴侣的需求，那我想可能大家都会想说，这跟刚刚的行程的目的是不是很像？其实是，但也不是，因为其实它已经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，就是说，如果大家有做了之前的心理人格测验之后，还没做的朋友啊，记得可以再去做一次。好。那其实这边其实是说，即便你们的目的间已经是很明确的，可是大家在细分下来还是会有不太一样的。比方说，有些人会希望说美食占多一点，或者是说，有些人就是想要去拍一些美景多一点。那不论如何，这些小小差异就会影响到路线的规划，也就是行程的规划。所以我觉得了解一同出游的旅伴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来讨论有关工作的分配。其实，在行程规划之中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没有什么那么大。可是如果你是2个人以上，那我想可能就会需要很多的沟通，以及是就是工作的分配。所谓的工作分配就包含路线啊，或者是有些人可以负责找餐厅，或者是有些人是负责什么，或者是管预算等等的，甚至去做一些订机票的一些动作。那这样子也比较不会有说有谁比较没有事，然后到那边可能会发生一些争执。所以透过工作的分配可以降低彼此的一些争吵，然后也知道说就是尊重谁负责的项目。那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最怕就是说，有一种人就是我什么都不想要准备，我只想要就是类似像伸手牌的一个情况。那通常这样的话，如果大家都可以接受，我觉得是比较没什么问题的。可是呢，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会比较推荐说，与其这样子，那倒不如就是找旅行社去协助你们去规划。应该说就是等于是买旅行社的一个旅游商品，再去做一个单车旅游。我想这样会是比较好的，至少这样也比较不会有一些争执所在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是来讨论有关就是工具的使用。那毕竟是通常出去单车旅游，有可能都会是跟着朋友一起出去的。所以我在使用的工具上，我会蛮推荐像 Google 的 Excel 或者是 Google Map 的，就是我的地图。那透过这些工具，其实你可以分享给你的一同去的伴侣或者是朋友嘛。那甚至即便到出发之后呢，你也可以让你的家人分享给你家人知道说，目前你哪一天的行程有没有什么异动或者什么一个状况。我想都会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。来到节目最后，有关于今天所聊的内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懂的地方，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，
欢迎都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说一声。那以及你也可以来谈谈，就是如果疫情解封之后，海外单车旅游的目的是什么，也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那更多的海外单车旅游内容，也欢迎随时保持追踪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。